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发起、新华频媒联合出品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在我们今天壬寅虎年的第一场视频直播的开始，又新增了3个非常重量级的合作伙伴，一个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是总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还有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一起助力打歌中心被更多人听到和看到。今天我们迎来的这位打歌中心的好朋友，如果你已经足够熟悉我们的打歌中心的话，就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了。比如说2022年的博鳌颁奖论坛，还有厦门的打歌中心落地晚会。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今天的打歌中心好友，让我们一起欢迎歌手玉妍。好像只有我很激动一样，是吧？玉妍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整体的感觉，整体感觉很冷。这录音棚挺冷的。我也感觉特别。其实我现在有特别直观的感觉，就咱俩之间的距离变得特别的远。为什么呢？因为沙发安排的远。对，因为之前我们直播，可能我们这个因为是年后第一场直播嘛，我们整个摄影棚也大扫除了一下，然后可能这个座椅之间的距离就给它弄远。没关系，我看得清楚你，我也听得清楚你说话。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玉妍参加了我们的厦门打歌中心的榜单落地活动嘛。其实说到我们的榜单落地活动，我们的全新榜单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也已经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全面启动。未来的时间里，每周五上午10点发布全新的榜单成绩。上个周五，也就是2月5号到2月11号这一个打榜周期，王嘉尔、陈立农以及米卡斩获了我们的冠亚季军。新一轮的新歌推荐中，玉妍的歌曲也是有机会登录到我们的微博进行打榜的。届时欢迎各位喜欢玉妍的朋友可以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为他转发、评论、点赞。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首席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及深度打歌宣发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观看直播。在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找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解锁你最爱的华语音乐。打开网易云音乐 Look 直播，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看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在腾讯视频音乐频道、咪咕视频娱乐频道找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为你喜欢的打歌嘉宾助力。最后要感谢服装赞助品牌 South Science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像我很兴奋一样。我们今天我在专心的看你念。是因为刚才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玉妍看到我的口播就在说为什么这么多，而且字很小，这离很远，你竟然都能看得清楚。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提词器其实离我还挺远的。我们今天是冬奥特别场嘛？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很多冬奥的元素在，包括今天有很多特别多的喜欢玉妍的朋友也一起可以在评论区随时与我们互动，我们会有很多特别多的奖品，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小游戏送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其实玉妍来到这儿，我们也是带着一首新歌来的。对的，也是为冬奥助力的一首歌。对。其实说到冬奥，有看冬奥的开幕式吗？有看一点。看一点。就是没有从头看到尾。那当时是恰巧看还是特意的去点开？就是特意的，因为知道要开幕式了，要开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有工作，然后可能会看一下手机，就没有一直目不转睛的看。那最近有看冬奥的比赛吗？有看，也有看，就是有了解，但是没有就是说目不转睛的了解。因为我发现其实玉妍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是吧？就刚才来到我们这儿，其实一直在忙其他的工作，也不只是我们这一个工作，所以就是在工作之余，还有总感觉你好像有点生气了呢。没有，在工作之余，其实大家都一样，就是在工作之余一起去关注我们今年的冬奥会啊。然后其实说到冬奥会，包括刚才谈到的开幕，因为开幕被大家很多人说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嘛。对的。你觉得你在其中感受到了哪样的一种浪漫？就是因为也看到了之前又看到了24个节气嘛，就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固定式的浪漫的那种感觉，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的感觉。对，我觉得好多浪漫的点都是不是说
真正就是说随意上面的，就感觉是精心策划的，就感觉挺浪漫的。包括很多东西也是，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沉淀下来的一些骨子里的浪漫气，就是很，说不上来，看着就感觉有一种内心很就激动的感觉，就是说实话就是很骄傲，也不知道自己在骄傲什么，我又不在那上面，但是就是很骄傲。我们可以说一个你在那个上面的，就是你这首歌曲就是《无名的远方》嘛。对。参与这首歌是不是也觉得很骄傲？没错，就是因为其实说实话，因为作为一名歌手来讲，然后也是包括作为一名艺人，也是一直想去。就那种为祖国而歌唱，我觉得那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吧。就是祖国每一件事儿都想要自己可以尽一份力。对，那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首先，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讲的话，会跟其他歌有不一样的那种意义。我觉得首先这首歌富含了不一样的意义。首先在演唱它的时候，感觉会莫名的带着一种兴奋的感觉去录，就是以前的歌嘛，可能是我自己的歌，可能是平时别的歌曲，我就会就是觉得今天可能会用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音色去演示啊，但是这种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好像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首先这是第一次一个不一样的经历，然后其次是这首歌的意义跟别的歌不太一样。唱完这首歌，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全村的骄傲的那种感觉，就所有人都听到过了。唱完这首歌以后，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发布了以后嘛，然后也会一直听，因为其实我听过了，但是还是会一直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这首歌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魔力。那你听的时候会被自己感动到吗？就是觉得像在叙述一个故事，慢慢的会有画面感。脑子里当时浮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就是感觉怎么讲，像是那种扬帆远航的感觉吧。就是其实已经看到，就是在奥运赛场上国旗高高升起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我们一直在坚持很久的一个事情，就是但是呢。虽然可能目标没有在你的眼前，但是你仿佛可以看到那个东西，然后会一直往前朝着目标走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那种积极向上、迎着阳光的感觉。那整首歌唱下来，有没有对冬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认知？我觉得新的认知，因为其实这首歌来讲，歌词是讲的没有说太多关于冬奥的东西，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除了比如说有冬奥的感觉，然后平时拿来听别的，就是每一个听歌的人的心情不一样，就是会有更多不一样的空间。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你带给了大家很多的力量嘛。谢谢。那你唱的时候会不会也就是在其中带入很多的那种特别积极正能量的情绪进去？其实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嘛，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我肯定唱这首歌是非常荣幸的。但是作为一个歌手来讲的话，那肯定还是要带入普通人的情绪，就是我们平民老百姓平时在家听这种歌肯定会很激动，然后其次就是歌手要怎么把你这种心情啊，包括你自己的心里所想，通过唱歌，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巧妙的表达出来。就是因为段落问题啊等等等等，怎么和歌曲本身去融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其实也要向大家传递一种非常积极向上、阳光的奥运精神。就是听到以后就会有这种想法了。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3位姐姐进行合作的？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们其他的姐姐也可能也是怀着跟我一样的心情吧，就是也是想唱这首歌，然后为冬奥助力这个样子。都想要做一个
就是为冬奥助力的一个为祖国歌唱的人，为祖国歌唱的人。对。那你在你心里，你觉得奥运精神在你身上体现最多的是什么？我嘛，其实我，怎么讲？我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体现的东西就是我能感触到的，就是不放弃，然后无论如何会一直努力。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平时生活中会跟我比较契合的。那这首歌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有趣或者比较难忘的一些幕后故事？是4位，就是你们跟3位姐姐，你们4个是一直在一起打磨这首歌吗？我们是分着录的，因为时间可能不一样，然后还有录音老师，然后可能地点不一样。那你们是怎么做到情绪非常一致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歌手的默契吧，包括也是对于冬奥的这种。因为其实我们有分 part， 就是他会第1段、第2段、第3段。那么其实唱歌的人来讲的话，会根据这个 part 来调和自己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因为我刚才在前面我们直播之前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玉妍其实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女人，特别活泼，特别爱笑，特别容易把自己，特别容易被其他事情带入情绪的，就是对，可能会突然间笑个不停，突然间怎么样。录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点让你笑个不停？我觉得录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比较认真的在录歌，因为我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认真工作，但不工作的时候就是完全跳脱到另一个世界上去。就是其实录歌的时候倒还好，工作的时候倒还好。就是比如说刚跟姐姐们见面的时候，就是录音的时候跟姐姐们见面，就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可能会。录音的姐姐可能会帮我试音啊，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就听着很搞笑的在那里唱。其实包括玉妍也特别的，就是有礼貌嘛，我觉得，因为之前在博鳌的时候，还有在厦门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可能会就是走来走去嘛。走来走去要干什么？然后就是见到所有的前辈老师，当时你的第一反应，我就都是站起来会跟老师说：“老师好。”因为我其实我出道的时间挺久的，但是，从意义上来讲的话，真正的作为一个艺人，其实并不是很长时间。就哪怕就是说，可能我之前我很小的时候出了歌曲，但是那个时候不能称之为一个艺人，所以，我觉得前辈们还有我很多要学习的地方，然后所以会下意识的打招呼这样。因为之前看到玉妍也去参加了一些冰雪项目，去参加了滑雪，是吧？哎，自己真正体验到这些滑雪项目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其实怎么讲呢？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就是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就是想滑，哪怕我就是再怎么摔，我也是还是想战胜它，想学会这个东西，想给它做到很好。我其实就是这样性格的人。然后怎么讲？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我还是就是参加比赛的大家，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这种不服输的这种性格吧。但是觉得自己的运动是少了一些天赋，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永远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我觉得没有努力战胜不了天赋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努力一定可以战胜天赋。会去羡慕那些运动天赋特别好的运动员，尤其是当自己穿上那身滑雪服站在雪场上的时候。我会有比他们强的地方吧。这个时候就换他们来羡慕我了。那当时第一次滑雪是直接就是单板还是双板去滑？我第一次其实滑的是双板，因为第一次滑雪。初学者嘛。对，就是他们说双板可能会比较好。然后后来我去参加那个活动的时候，我去滑的单板。这单板可能会更帅一点，是吧？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帅所以才滑单板呢？滑的时候是最帅的，摔的时候是最惨。那其实还好吧，我没觉得很疼，因为我绑了那个护具什么之类的。第一次滑雪真的给我摔惨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就是绑护具什么之类的，就是直接摔的。那你觉得自己是那种
越挫越勇，就是哪怕我摔成那个样子，我还要接着去滑。我就是喜欢这项运动。对，我真的很固执，我要征服它。我真的很固执，我是属于在这种方面上面，我越征服不了的东西，我就越会去努力去，比如说把它滑好，或者是学新的技巧，这个样子。那因为玉妍是北京人嘛，但是北京其实冬天的雪，我觉得相对来说会稍微少一点。因为这近期前几天去到东北，你觉得就是满眼都是白色的时候，就有那种对于雪的向往。我觉得哇，天上的反光板应该会把我的脸打得很白吧。我就当时可能。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我是打歌嘉宾夏夏黄绮珊，我是温岚 Lady， 我是罗大佑，我是詹胖子7，我是李希一，我是李克勤，我是王嘉尔 Jackson， 我是李刚，我们是好妹妹，我们是 Into One。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与新华平媒联合出品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要梦想有未来，要梦想有未来，不畏挑战，一同开启未知冒险之旅。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我是打歌嘉宾夏夏黄绮珊，我是温岚 Lady， 我是罗大佑，我是詹胖子7，我是李希一，我是李克勤，我是王嘉尔 Jackson， 我是李刚，我们是好妹妹，我们是 Into One。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与新华平媒联合出品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要梦想有未来，要梦想有未来，不畏挑战，一同开启未知冒险之旅。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刚才那个喝了口水哈，就是大家不要那个太过的好奇怎么了，也不是广告插入。你看我们刚才那几位老师，哪个去插入广告了是吧？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前辈老师。好，我们接着说，刚才那个就是打光板，大家好，全都是打光板。然后就感觉，首先呢，我是一个不怎么就是会出门会有看到雪的那种情况发生，因为其实我一般都是属于那种下雪可能会在家里，或者是可能在别的地方。因为其实说实话，今年北京还下了好几场雪，对，就我能真实的能感受到，然后正好那天恰巧又有工作会出门，然后真实的能感觉到真的很漂亮，因为它不仅是白白的，它还有那种落在树枝上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包括有那种沙粒感，也会觉得这不是雪是糖的那种感觉，就会亮晶晶的，就是放大以后会亮晶晶的感觉。包括雪花掉到手上或者掉到额头上，就其实以前都没有认真的观察过，但是真的发现为什么雪花那个表情是那样的？它为什么是叫雪花？对，原来真的是那样的。为什么不叫雪球、雪粒子、雪沙子是吧？就是我们今天刚才一直在说冬奥嘛，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游戏环节，由我们导演组出资购买的一个桌上冰球。刚才我们之前也让玉妍尝试了一下，特别的好玩。然后其实说到冰球，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的那么科普一下。冰球呢起源于苏格兰，是14世纪，然后就有了这个项目。然后我们1795年呢，世界上第一个冰上溜球俱乐部成立。然后我们中国是2002年加入的世界冰球联合会。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道具安排上。我们这个特别的高级啊，就是高级到它特别像一张吃饭的桌布。咱们两个可以一起到这边。好，就是跟大家今天讲一下我们这个相对来说简易的一个规则，因为我们这个是分为蓝色跟橙色两种嘛。你喜欢哪种颜色？我吗？对，蓝色吧。蓝色，那我就喜欢橙色吧。
然后我们这其实是一个简易的冰球，然后其实正常的来说，在冬奥会上，这个冰球的规则是非常的复杂的。但是我们今天由于条件有限，然后包括时间有限，包括我们两个能力也有限，然后就给大家来一个简易的冰球。我们就是向前，因为这有一个环，我们只要把这个球投到环里面，就算加1分，好吧？哦，蓝色环、红色环都可以。哦，对。那蓝色和红色之间的白色的环呢？都算1分，好吧？哦，都算。哦，因为我觉得投到那个环里已经是不太难了啊，冰壶啊，已经是一件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了。那就是我觉得这蓝色、白色、红色应该有加不一样的分，这个也可以。那我们就红色里面是加2分，然后蓝色里面是加1分，好吧？那白色呢？白色就算红色就算蓝色的，好，就只要投进这个蓝色圈。那红色中间的白色呢？那就算你赢，要直接能投到那儿，我们算你赢，好吧？好，那我们就，因为相对来说，在冰壶比赛中是后投的那个人后投的那一组会相对来说比较，优势会大一些。然后咱们两个就让我猜丁壳吧，好，咱俩猜丁壳，就谁赢谁后来，谁输谁先来。嗯，行，我们一局一局定胜负来。猜丁壳，猜丁壳，猜丁壳。那我先来。好。蓝色。从这个 start 开始。我觉得可以相对力大一点。哎呀妈！你是不是算计我？你不是说力大一点？但是它这个确实是。哎，加1分是吧？这个是加1分。你可以用你的把我的打出去。我不行，我不做害人的事儿，害人终将会害己。哎，那我来把你的打进去吧。好，我也浪费了自己。我真棒啊！我还没输呢。再来一次。哎。大家都是最后一个了哈，我这得小心点，不然我很有可能。哎，那如果要是说我把这个如果给它踹开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加分了？对啊，你可以把它踹开的同时把我也踹开。那倒是没有必要。或者你可以直接把它踹到那个中间。我觉得是这样，我可以就是我往这边走，这边。算了，就是这现在其实这个现场的。局势是这样的，现在由我向大家转播。如果要是说我们开心主持人的话，那个央广梦想与新华品媒第1届桌上冰壶大赛。好，如果要是说现在我们新华品媒要是把这个球给它打掉了央广梦想的话，那就证明不打不掉央广梦想，没有人能打掉央广梦想，就像没有人能打掉华云跟打歌中心一样。对不起，我只是比喻一下。你看，你非得拿这个牌子说话，都是我。那如果张开心把预言打掉的话，那就证明也打不掉预言，证明就是说我们的开心主持人赢了。对，然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一会儿结束这个比赛之后呢，我们会为大家送出一项小奖品，也就是预言的一张签名照。我不会完蛋吧？然后我们下面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究还是没有打掉。第1届桌上冰球大赛以预言的获胜，我们完美的结束了，太棒了。然后我们其实刚才一直在玩这个，然后包括其实正常的冬奥赛场上，我刚才说的规则会变得更复杂一些，然后整体的流程也会变得更繁琐一点，然后包括前期很多的运动员会去训练，包括咱们俩其实是完全简易的用手去推它嘛。你有看过就是真正的那他们其实也是用手，但是只是就是他们会一直对，但只是就是不会拿手直接去接触到这个东西。其实包括之前我有看到过说，就是冰壶比赛的场馆，他们的要求也会非常的高，他们会对那个冰的摩擦力会有一定的要求。
为什么会对冰的因为那个？因为咱们两个刚才在实践的时候，会不一样吗？每个冰场是不一样的，是吗？它会有一个国际的统一标准，然后所有的冰场都会按照那一个标准去修建这么一个冰壶的比赛场地。哦，我听说他们会好像在那里面加一点牛奶啥的。啊，这个还是什么？刷到的。就刚才我们一直在实践一个特别，相对来说，自己在家可玩性比较强的一个，就是。其实这还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是，大家可以就是买回家，就是我们具体的链接就不告诉大家了，因为也没有给我们就是返钱是吧？然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我们这个就关键词“桌上冰壶”啊，就 OK 了，你就可以搜到这个了。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说要给大家送第一波福利嘛，要送一张预言的签名照。然后预言已经提前想好了一个口令，然后大家一会儿把口令刷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评论区我们就随时预言倒数3、2、1，然后我们抽取我们导演截图的第一个人，然后送出预言的一张签名照。就我们这个口令也是跟冬奥相关的，也可以让我提醒你一下是什么口令啊？什么？没给我，等一下。我们的口令，我们的口令就是中国健儿加油，好吧？预言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口令、就是我们口令是中国健儿加油。哦，我要喊这个是吧？对，你要让大家。我以为我要倒数3、2、1，好，中国健儿加油！来，那我们现在要倒数吗？还是直接喊呢？等他们把评论刷到评论区刷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倒数3、2、1。好，他们已经开始刷了。哦，我可以随时。哦，对，是我喊3、2、1，大家刷中国健儿加油。啊，不是大家刷3、2、1，然后预言喊中国健儿加油，我们抽取第一个刷出3、2、1的人。啊？到底是？没事，我们就可以随时3、2、1。我们现在信息量有一些复杂，就有点多。哦，我们喊3、2、1。你喊，我不喊的就。你喊，随时喊3、2、1，然后我们截第一个就 OK。哦，好，我以为。还真有人在打3、2、1，这个孩子真的是。我可以了，来，3、2、1。我们导演老师没有反应过来结束。我们恭喜这位叫颜子，是颜吧？颜子 ，WATING 好 WA， 恭喜我们这位幸运的观众。然后我们可以导演老师，然后可以转发我们现在华音乐打歌中心官方微博的第1条微博，然后转发到你自己的微博里，然后转发、评论、点赞嘛，然后我们会联系我们的后台，把你的收货地址发给到我们华音打歌中心的后台，要在节目结束之后快点发，是吧？快点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会尽快把礼物送到你的手上。然后刚才其实一直在聊冬奥，包括也说到了雪花。其实包括雪花，还有很多的雪，包括冬奥，冬天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季节，对吧？哎呦，发出的那种，就还沉浸在刚才的抽奖环节。没有事，我还沉浸在这个里面，我在想什么策略可以赢。你已经赢了哈。不是，我就感觉赢得不漂亮而已。你就应该一下子直接打到那个中间环，是吧？我觉得应该就是一马平川，直接打过去。我觉得什么样的手法可以让他稍微的，因为我打出去了3个，按道理来讲不应该这样的。打出去的3个，但是有2个就打出去的4个，然后有3个在外面。打出去了3个，有1个在打出去了，有1个在中间。打出去了。我们可以一会儿，导演老师说我们再来一局。我们可以一会儿再来一局。好，没问题。对，如果是一会儿时间。你刚才说到就是浪漫的季节，包括浪漫的一些事物，你觉得在你心里，你对于浪漫的理解是什么？我吗？其实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就是要说我浪漫吧，我也浪漫；我不浪漫吧，我也不浪漫。我不会就是会去过一些特定的节日，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能体会到浪漫所在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共情能力可能会比较强吧。就是我不会就是别
比如说今天嘛，今天可能是个节日，但是我不会去特地的为了过这个节日而过这个节日。我觉得其实浪漫都是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浪漫，仪式感有仪式感的浪漫，然后琐碎的浪漫有琐碎的浪漫，不太一样吧？我觉得。你平时遇到一些觉得比较浪漫或者比较打动你的事情，会记录下来吗？我吗？在想上一次记录是什么时候？就是刚刚，就是刚刚记录了一下这个打冰壶的事。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会照下来。会照下来。对，会照下来，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你可能它暂时性的在那里，但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就比如说类似于这种，不是一个事情，可能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东西，或者突然间看到了什么。对，会照下来，然后就是方便以后再去看，再去回味。对，再去看那个时候的那个。会回味的时候在想，我当时为什么要照这张照片？就是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会这么觉得，会感受到那种别人的想法，或者是类似于这种。所以有时候也会看着一张照片或者看着一段视频就发呆了。对，会的，就是会自己手机相册里会有很多的一些回忆视频啊，或者是照片这个样子。对于你来说，做音乐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那肯定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因为本身做音乐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为了养家糊口所以要做音乐，是因为我很喜欢。我觉得本身人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其次，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会去怎么讲，像你保护你爱的人一样去保护你自己的梦想，或者是类似于这种，或者是一些小事情，都会觉得很浪漫。其实能感受到预言其实对于音乐的热爱，因为第一张 EP 是6年前发行的。那你觉得这么长时间的音乐积累带给你最多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我第一次发 EP 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到歌手这2个字是怎么定义的，就是还是比较简单，像一个小孩一样。那个时候17、18岁嘛，其实也记不太清楚了，就觉得那个时候唱歌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它不是一个会去很精心刻画的一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啊，这首歌唱了也就唱了，或者就只是就是自己觉得怎么好听自己怎么唱。但现在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其实我会更多的去考虑歌曲本身，还有歌曲怎么和我的声音去融合，等等等等一系列唱歌上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比如说可能我如果要是说出一首歌的话，我会想得很清楚，然后会想到各种的这些可能性等等等等，就一系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会再像以前这么快了。那你觉得现在对于音乐的这种感悟，对于这音乐的这种理解，会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一种体现吗？我觉得其实音乐里面写到的好多的东西，有可能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的千种可能，就是觉得平常事情可能有点普通，但是可能会因为这一件小事放到歌里，它就会被放大100倍这个样子。这也会让别人可能会更能体会到那种歌者的情绪吧。因为预言唱歌，包括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博鳌办的全球华语音乐颁奖盛典嘛，然后预言也是获得了我们的年度新锐歌手奖。当时去领奖或者知道自己得这个奖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心情嘛，其实盛装出席，当时因为每一次都会很认真的对待工作嘛。其实我那时候的心情，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就是觉得像过年一样，就是会有那种快乐，完了之后再加上是一段新的启程，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所以心情也会非常的好。
其实玉妍每一次参加，就是我参与过的2次舞台，一个是博鳌的，一个是厦门的。就是玉妍的整体的造型、妆造各方面都是对于舞台的一种特别的尊重的那种感觉。包括第一次穿的是一件就是粉色的粉橙，或者是怎么形容那个颜色，金粉色的一个婚纱。然后第2次穿的是一个红色的婚纱。就是婚纱是你对于是你要把自己嫁给舞台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2首歌我去唱的都是慢歌嘛，然后其实还是想有一种比较氛围感，对，就比较端庄、比较得体，就是会，而且颁奖嘛，首先颁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也是想穿的有仪式感一点。你平时自己最喜欢的穿搭配色是什么？其实我纯色会比较多吧，我很少会去穿颜色多的衣服，就是可能身上不会超过3个颜色吧。就像今天这样是吧？你就要不然黑白灰蓝等等等等的，整体特别酷的风格。看心情吧，我觉得我完全是看心情的一个人。你觉得那平时穿搭会特别的，就是会浪费时间在穿衣服上吗？会每天早上会选，或者前一天晚上就会在想我明天要穿什么？我如果要是有工作，或者是有我们平时会露出的话，我会提前搭配好的所有衣服啊、项链啊，还有戒指啊，包括造型。对，然后一套放在一个箱子里，就是一个袋子里面，然后这一套放在这个袋子里，这套放在这个袋子里，然后统一装箱，这个样子。其实包括之前看到一些，就是你发的一些 vlog， 然后里面你也会对自己的造型其实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设计在。比如说画那个眼泪，你会说就是那个红色造型那一套照片，然后你会说这个是眼泪，这个是什么？就是会有这种，因为我以前是学美术的嘛，会有类似于这种一些设计感。就小想法，就是脑子里总会有这种小想法，感觉想法用不完，就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化妆老师就觉得这个小孩想法可真多啊。那拍摄的地方也是你自己去寻找的吗？还是拍摄的地方我会就是大概的去主旨提一下，想一个什么类型，然后大家一起找，然后一般都会就是说大家全都发在群里面，然后丢在群里面，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找合适这方面的东西。那最后用的可能一般都是我找的。因为我们也同时就是咱们是同时在博鳌在厦门的嘛，就你发那些照片之后，我们也会在想这是这个在哪儿？这跟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吗？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感觉可能海啊，或者是就真正意义上想到，但是我们这个衣服可能就是当时搭配的那个风格是那个风格，可能特定的需要一些地点去拍摄。因为之前我今天上午转发的那条我们的官宣微博，然后我上面写的话是有问题可以随时在下面提问，然后我也找到我觉得2个特别比较好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刚才玉妍有提到，就是不是直播之前提到的哈，是我们在录东西的时候提到的，就会有一个发新歌的一个动作是吧？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动作，肯定是有这样的动作，期待一下嘛。对，肯定动作是有的，但是呢，什么时候发就不一定了。等一等，然后包括之后想要尝试什么样的音乐风格？什么样？其实我这个人吧，怎么讲？风格会有一个大体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会自己规划一个风格，但是具体来讲的话，还是要音乐本身最重要，就是不能被风格所局限，音乐本身的一些东西，就是还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大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反正我是没有办法，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我不爱，我就是必须要出别的风格的歌，因为我定了这个风格了。会不会觉得有哪一种风格其实就是自己特别想要去尝试，就觉得这个风格特别适合我自己，我一定要以后要发一首类似这个风格的歌曲，特别想尝试。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跟男艺人合作，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声音，就我唱不出来，而且我说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好像都是跟女老师合作，但是就是因为跟女老师合作的话，大家都是女生嘛，就是声音都是那个样子的。但我就是因为活得这么大了，好像就是没有跟男老师出过歌，所以就是觉得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声音上的感觉吧。那会有这个计划吗？现在只是一个想法。just 想法，我现在连一个动作都没有，不可以。因为今天我们刚才一直在聊一些有关于音乐的问题，包括一些就是寓言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一直关注寓言的朋友可以知道，寓言其实特别喜欢发手势舞嘛，无论是在微博上还是在抖音上。因为我今天也特意准备了2段手势舞，然后是我们独家福利时刻，大家可以随时准备开启录屏哈。然后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No 手势舞，就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就不是特别合适的时间点，为大家放一个 No 手势舞。然后还有一个一会儿给大家的一个叫表白手势舞，我们先让芋圆先熟悉一下我们这个 No 手势舞，自己的也要熟。然后我们导演老师可以先放一下，大家可以开启录屏，然后我们摄像机已经对准芋圆了，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就是自己看自己的视频了？这可能要让我熟悉一下吧。我可以了，我可以了。可以了，那我音乐准备。看自己的视频会觉得很尴尬吗？并不会啊，我会经常看自己的视频，欣赏自己的美貌。真不错。那我准备放音乐了。好，我们这台机器是吗？对。好，我们老师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那个喜欢芋圆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可以随时开始啊。我先放。我说 no 就是 no， 别再对我放电。我说 A， 你说 hey， 那你要不要 baby？ 你说 no。谁敢相信我看的这个跟这是一个人在做？没有那个是我全程盯着这个在。那个是因为就是在比较就是强迫的状态下录的，它有一个情景在那里，所以。因为毕竟是一个稍微比较我们现在录一个比较开心的手势舞，就是那个表白手势舞。我们先让芋圆先看一遍，学习一下，复习一下。这个会稍微相对来说甜一点。它这个好像不同步。我们其实可以一会儿所有喜欢芋圆的朋友可以给芋圆 P 上特效，然后发到那个超话社区里。OK 了吗？那好像不同步哎，跟那个歌曲有延迟是吧？我应该记住了吧？好，那我们就开始，可以吗？要不要再来一遍？要不你先再复习复习，我来一段口播吧。我已经好久没口播了。你记住了，我开始。好。这是什么？这我们要不再插一下 ID， 我们调整一下情绪。我们那个各位粉丝朋友们，我们那个各位喜欢芋圆的朋友们，我们的广告时间又要到了。没有，我刚才落了一个动作，然后我就生气了，不知道咋的。没有关系，要不我们再来看一遍。确定，相对有心机，不见你会想你，自然去找你，这会假装不见。好了 ，OK， 那我放音乐。
好像完全不对，好像完全不想看你的。好像为什么完全不对这样的？没关系，没关系，我哎我记性不好，大家都知道，没办法。我的牌儿都掉了。刚才大家有没有都录下来？我们喜欢圆圆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刚才全程在录屏？我们可以把每段都卡出来，包括刚才这个笔芯，我觉得特别的惊艳，我头一次见过这样的笔芯。就是这样嘛，这笔芯嘛。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再开启一次我们的抽奖会，因为现在我觉得粉丝就是喜欢你的朋友特别的活跃。因为我们准备了3道有关于冬奥的小问题，然后其中我们先提问一下第一个问题，然后后2个我们留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好，然后那我们先提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对，我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家肯定都能回答得出来，这是送分题。奖品就是3张我的照片，对，和签名。签名在这里。我们好，问题啊，可以开始。好，那么我现在请问大家，为什么有人已经开始刷答案了？你们没事，我们可以来吧。我问吧。那么我想现在请问大家，冬奥开幕式是哪一天呢？我可以3、2、1，随时我们截还是第一个，然后我们送出我们的签名照，随时3、2、1。我说3、2、1。让我们恭喜这位小语言一个带着方言的语言。小语言。谁说2月1号？这什么奇奇怪怪的发言？2月4号。我看到了。就是刚好今天是第10天嘛。叮。然后今天其实刚才一直在聊你的一些生活，然后包括之前其实有看到你新年第1天开直播跟粉丝一起跨年，是吧？对。平时跟粉丝的互动也一直都是非常的活跃吗？我们平时其实，我这是可能，我20多岁以来吧，好像是。哎，不对，我今年多大来着？等会儿，24。今年多大？24。就是好像是今年，然后第一次跟粉丝直播互动。但其实也不是啊，我感觉其实平时的话，我们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就好像我在跟朋友视频通话那种感觉，就是不算是粉丝直播互动。也会有那种非常害羞的感觉，我感觉是，因为我看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就会这样嘛，就是老逗我。也会一直在看那些评论，就评论刷的这么快。对的，对，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讲话，只能是打字。然后这样沟通。要是能讲话的话，那你这个直播间真是太热闹了。那平时的你觉得，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是喜欢在家还是喜欢出去玩？我觉得还是你是不是还会相对来说喜欢出去玩？怎么讲？看谁约。我是一个特别难约出去的人。那如果自己呢？就是自己一定，如果自己想。我不会自己主动想出去的，就是必须得有人约我，我才会出去。那就是哪一种约你的方式会最快的把你约出去？让我觉得羞，就是我觉得已经对不起人家了，就是人家已经约我很多次了，就我不出去一直拒绝，然后我真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不行，如果我再不去的话，真的是有点过分了，我可能会去。每次都算是那种被迫出去。有点吧，我觉得，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出去的人，不是喜欢社交的人，就是可能会被迫社交吧。那包括之前也看到你参加了非常多的那种公益活动嘛？你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去热衷于去做公益，包括去帮助那些其实你根本就素未谋面的一些人？其实我觉得，
公益活动参加多少次都不算是非常之多。就怎么讲呢？因为这东西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妈妈总带着我做，所以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习惯，然后再加上自己长大了以后做了艺人，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做公益活动，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就是觉得我喜欢的人可能去做这个活动，然后大家也想去一起去这样做，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带动到其他人，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带给挺好的。自己很多的快乐。就是怎么讲，就会觉得这个过程中吧，其实跟别的工作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你也把对，就别的工作可能会，意义上就是说可能就是工作，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像是一个工作，感觉就是平时私下里的这种。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日常了，已经是。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因为就是我很难去怀这种工作的心态去，就是比如说去参加一些公益的这些，好像就平时的没有这种类似于这种心态。其实包括整场直播下来，我觉得玉妍的风格其实特别的，就你的风格特别的变化特别多，就包括一会儿会特别兴奋的跟我在玩游戏，一会儿会特别正经的坐在这块跟我去聊，包括特别可爱的去做手势舞，就平时也是一个性格这么多变的人。我是这样的，我自己都摸不透我自己其实下一秒想干什么。这也就是双子座的一些特质。可能吧，我觉得我表面上比较像双子座，但其实就是，心里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星座这个东西它并不一定准，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根据自己的，比如说家庭的一些，你平时相处的人，还有你的家庭环境啊等等一系列，就你潜移默化的东西去导致你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星座只能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类吧，就是你大概会了解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就你没跟他相处过，但是你为了想跟他就是相处起来不那么尴尬，可能会提前了解一下。对，提前了解一下。你觉得你是非常典型的双子座吗？就大家想要了解你，去看那些一些攻略会可以。我觉得70%吧，70%，但是有一些确实，说实话是很不准的。我一点都不花心，我就是喜欢一件事情的话，我就是一直喜欢一件事情。然后就比如说，我喜欢吃一个东西，我就会一直吃那个东西，就可能就吃不腻那种类型。然后也没有那种3分钟热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还都是坚持挺久的我喜欢的事情。那双子座是一个喜欢吃的星座吗？你觉得你自己对于美食的向往会非常的？我是挺爱做饭的。爱做饭，对，因为有人问到你下一次的做饭 vlog 什么时候给大家？我是喜欢那种创新型的那种感觉，就我喜欢创造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可能喜欢做饭。有包元宵的计划吗？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嘛。我不做那种就是那种面食，对，我不做面食，我就是除非过节会包饺子。喜欢那种就是特别就炒菜那种火特别旺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喜欢创新，因为元宵它包出来的话，它就是元宵。元宵的馅儿也可以，但也就是那些馅儿了，也就是那些馅儿，加一些特别没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我喜欢挑战难度。那你觉得，那就是你在北京生活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北京最吸引你的美食是什么？我觉得嘛，包括你自己制作过的也是一个。你觉得有没有原创的北京美食？那应该没有吧？原创的北京美食，那应该没有吧？我觉得原创北京，其实北京美食大概都是大家了解的那些。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北京美食就是爆肚，就是那个蘸麻酱吃的那个。你会去给爆肚做一个改良吗？那应该没什么可改良的，对，那没什么可改良的。其实它最简单的，它很简单，它就是原料。就原料，它如果要是新鲜的话就好吃，有肚仁啊什么之类的。就蘸的话就是蘸麻酱。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那元宵的话，明天元宵节有想好要吃什么馅儿的元宵吗？我觉得我一般，如果我想吃元宵的话，应该是黑芝麻馅儿的。黑芝麻。对，其他的应该不会想吃。其实，就是北京人其实吃的都是元宵是吧？就你吃过就是汤圆吗？汤圆元宵都吃过，就是元宵会稍微硬一点，对，然后汤圆会软一些。所以你还是更倾向于吃元宵的？我都行，我无所谓。其实我俩都不吃，我俩都不怎么吃。过一下形式。对，就是过节的时候，可能长辈就是说会提醒你吃一碗，吃一口，团团圆圆啊，对，这个样子。然后今天我们直播我们也快要结束，然后我们开启我们最后一次的我们的福利时刻，然后还是有两道我们冬奥的小问答题，然后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刚才第一道题会稍微的难度增加一点，然后也是由预言然后为大家提问，跟我们刚才的规则是一样的。然后所有就是获奖的我们幸运的喜欢预言的朋友，可以在直播结束之后马上把你的收货地址发给我们，我们会尽快把奖品送给你。我们可以说。那我们现在提出第二个问题。中国运动员赢下首金的项目是哪一个项目？哪一个项目？对，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我们中国运动员赢下首金的项目是哪一个项目？因为我们之前说的是哪些运动员就会特别多，所以我们就换成哪一个项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的全称打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我们才会算你获奖。一定要包括全称哈。我们是所有的限定词都要加上，好吧？对，我友情提示一下，我们全称的1、2、3，全称的这个一共是几个字哈？我就只提醒这个，一共是8个字。8个字，不能只打4个字，要是打全称才可以。好，我们现在评论区已经刷的特别多，我们可以随时好3、2、1倒数。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倒数，3、2、1。好，我们恭喜这位一次性卡宴，这是什么奇怪的名字？恭喜这位一次性卡宴，然后可能就是小汽车。预言的签名照1张，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问题。那我们现在来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开始了。截止到目前，中国一共获得了多少枚奖牌呢？截止目前，中国一共获得了多少枚奖牌？奖牌不是金牌，是奖牌。对，只需要打一个数字就好。截止到今天，我们一共获得了多少枚奖牌？然后所有中奖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收货地址在直播结束之后发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的后台，我们会尽快为大家发出你的奖品，你会更快的拿到预言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张签名照。谢谢你。谢谢。不客气。好，我们会随时3、2、1，你现在已经特别多。好，3、2、1。我觉得刚才截到了一个短道速滑。这你才4啊不 AM 星星，好，恭喜这位4 AM 杠星星，然后我们也是哈，在直播结束之后，把你的收货地址发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的后台，我们会尽快把快递给你邮出去。然后今天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了嘛，跟预言包括聊到了冬奥，我们今天是冬奥特别场嘛，所以聊了很多有关于冬奥的一些话题，然后包括聊到了预言的新音乐，包括聊到了预言未来的一些新计划。就你对于你来说，你就是这1年的有一个什么比较完整的一个目标吗？会有一个计划吗？我吗？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大目标，但是我不会就是特别着急的要去把它完成。我觉得首先
作为一个艺人来讲，其实，你有一个计划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的话，就是我是平民老百姓嘛，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我是一个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去对待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两者是不能少的。所以现在我可能大目标还没有就是达成，但是会在之前设立一些小目标，慢慢的去达成。那也会在新的一年带给喜欢你的朋友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会让大家对你有更多的期待吧。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他做什么都是惊喜和感动。再点你们。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已经要接近尾声了，然后以后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快看生活号，以及我们的首席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及网易音乐、腾讯视频音乐频道等客户端，在全网搜索我们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最后要感谢玉言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玉言可以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与惊喜。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